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这一期要为各位带来的是这个苹果电脑的 M2 Pro 晶片 MacBook Pro 14寸啊，2023年。那台湾现在刚上市，那我也是昨天才拿到手。那今天这一集我们会借由这个除了外观的解说，以及这个实际上大家最 care 的、最关心的就是，到底这一台适不适合我买，或者是买了会浪费？那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借由实际的软体的运作、操作及测试的解说，来告诉你，到底你适不适合买这一台，以及什么人该买，什么人又不该买。接下来我们就实际进到这个开箱的环节，以及实际软体的测试操作环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上，我们有这一台这个 MacBook M2 晶片的最新款的。那这一台的配备有升级的这个记忆体，以及加大的这个硬碟的容量那价位来到这个新台币83000多块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它现在只附了这个充电头，那这个是标准版的67瓦。那如果说你要充电快一点，那你就要再加钱去买那个90几瓦那一颗。那现在这个充电线也比较好了相较于之前的，现在是编织线所以编织线好。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外观，当然这个我就不必多说了那其实它的做工也一如既往，也是蛮优秀的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打开之后，然后就随开随用了密码打一下或者是指纹辨识。那触控板相较于旧款的也有加大。那喇叭在双侧。那这次这个新型的这个喇叭那现在 M 系列之后的这个喇叭效果都有不错有类似环绕的效果那我使用起来是觉得蛮惊艳的。那当然键盘又改回来了改回来了旧式的这种键盘，触感会按压会比较有感觉。那至于大家很吐槽的这个刘海头的问题，其实倒也不是问题，因为如果你使用 iPhone 的话，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况且它那个也是一个就是 menu 内那里而已跟实际上在这个操作软体的时候并不会有任何影响那当然它这个也是铝合金的咯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它这个接口已经又回来了那 Type-C 的也就是 Thunderbolt， 那这个是 SD 卡的这个是 HDMI。那这一次 HDMI 有升级到 HDMI 2.1可以外接 8K 的显示卡。那等一下我们会来测试一下 8K 的影片那这里就是 MagSafe 的充电头耳机那也是 Thunderbolt 4那这一次他选购的是这个太空灰那一切外观其实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大、比较厚，实际上它是比较薄那我们可以拿一台这个旧式的来看一看比较看看，到底它是不是有比较厚。好，我们拿来一台这个2015年的2015年的 MacBook Pro那这个是 Intel 版本的。那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叠起来看，尺寸几乎是一样那至于为什么外观效果会比较差，是因为它这边它有做斜角的设计，事实上它并没有比它厚多少一切都是等于说它是有做倒角削薄的设计那所以看起来外观好像是这个新型的MacBook Pro 14寸的会比它还厚，事实上厚度是差不了多少的。OK，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这个开机实际测试软体的部分。好的，各位，我们现在首先不能免俗的也是要测试一下这个硬碟的速度首先这一台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配置关于这一台电脑它是 Apple M2 Pro 的晶片，然后记忆体有32G 那我们点更多资讯来看一下OK， 那显示器14英寸的储存空间也是硬碟有1TB那所以在这个硬碟速度部分会比没有升级的快的速度还大约快了1倍。那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的那个 SSD 就是固态硬碟的晶片组，它是基础版的是只有一个那2个等于你可以理解成所谓记忆体的双通道，那速度就加倍了。好，那我们把它开始那我们可以看到写入的速度有大概6100那读取的速度大概是4900快5000，那也都符合底下这个 12K 8K 的应用了那 H265 的部分可以达到 8K 60P 的写入速度那所以在编辑影片的部分，或者是说多媒体的部分，这一台就是很足够应付。那我们可以从它的名称就知道了，它虽然这个系列还有一台是13寸的 MacBook， 可是它只用了 M2 晶片，那等于说那一台如果说要应付专业的工作的话，可能就是刚刚好入门级那其实这一台这个 M2 Pro 晶片组的14寸的又配备了这个 Mini LED 的萤幕，那当然比13寸的贵了不少，可是在这个速度的情况底下，这一台可能会比较物有所值。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跑分的那跑分的过程我们就不跑了，那之前有跑的我们就把它截图有看到多核心12170那再来就是这个 Meta 的部分，就是苹果自己的图形的处理函数跑起来是73000多分那这一颗它有这个除了是有10核心的 CPU 之外，它还有16个 GPU，16核心的 GPU 各位可以大致上浏览一下。那这个 OpenCL 那如果说你不晓得 OpenCL 是干嘛的看看就好42000多分 OK 那这个就是 OpenCL 详细的这个评比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用途的部分，那这一台既然是定位 Pro， 那其实苹果的方向就是比较是属于多媒体或者是程式设计者。那多媒体当然有很多种，你是平面的还是影片编辑的，拍摄影片的或者是说你是做电脑特效动画的。那这一台凭良心讲，如果是以这个比较重度的 3D 运算或者说那个特效的部分，它事实上只能够勉强可以用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等一下我们测试的时候大家就晓得那事实上跑分的评比并没有实际的效益，因为每个人的工作流程那譬如说我们在编辑影片的时候，你有的人是因为像我是最多只有2-3轨而已，加上这个字幕特效顶多3-4轨。那如果说是重度的职业的工作者，那他的轨道一下子 4K 的可能就拉个7-8轨、10几轨都有可能那这一台在等一下我们在实际上这个 Final Cut 的时候，各位就可以晓得了那首先，那至于日常的办公用途呢，那当然是好的下叫，这个就不用去测试它了，也没有必要去测试它譬如说这个 Keynote 你看一点就开Keynote 就是 Windows 的那个 PowerPoint 这个 Excel Number
这个也是一点就开，这个 Word 就是这个 Page 当然文书工作当然是没问题啦。当然如果说你要开网页开很多，当然也没问题啦。那这也可以开多少？那20-30页、50-60页应该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一台有加大记忆体，加大了到32G。那为什么这一台会加大到32G？事实上，它有这个装这个 Windows 11的系统的需求，而且它这个机器的这个买主本人，他需要运算比较复杂的会计财务预测的软体，所以既要双系统，又要比较吃重这个 CPU 而不是它的使用目的并不是 GPU 像一般的这个摄影爱好者平面设计的，或者是这个影片编辑的，是比较着重这个 GPU 的数量以及它的速度或者是说有没有硬体的解码硬体的编码依照各种影片格式等等这些要去注重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播放 8K 的影片。当然我们在买这个电脑的时候，不光只是会拿来工作用，当然娱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Safari 那 Safari 目前它这个影片只支援到 4K， 那是因为苹果自己的设定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4K 的效果如何，以及它在这个 CPU 跟 GPU 负载的情况那因为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关闭那改成这个 Chrome 打开那现在目前在这个要看 8K 的影片，效果也是最好，就是 Chrome 自家的Google 自家的浏览器，那效果会比较好。那首先我们来浏览看看随便找一段来播看看。好，那譬如说是这一段，那我们注意一下这个浏览器它在这个 CPU 占用的效果把它切换成 8K。那在这个 8K 的过程当中，现在是播放的很顺，可是各位要注意到的是，这个在 CPU 的部分它已经是80几%了，那 GPU 也是快60%、60几%了。那这个 8K 其实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其实也是属于这个目前阶段是实验性质的而且它的编码是 AV1 并不是这个 H265，也不是 HEVC， 那变成造成说它都是软解。那我们随后这一段我们看把它开成是 8K HDR 的效果，看看它能不能播放。那现在大家在画面上看到它已经 lag 了，那这个 lag 的原因并不是我的网络速度不够那是因为这个 AV1 这个解码器它只支援软解，那这个就变成说目前不管你是哪一种机器配置多高，它一样通通是用 CPU 来解这个码，那造成就是会 lag 那一般我们在这个 MacBook 像这一台的机器来讲的话，难道就不能看 8K 的影片吗？并不是。那一般所谓的这个 HDR 影片的编码格式都是 Split 422以上的格式。那封装的编码大部分都是 H265 HEVC 这个编码，在这个机器上面是可以顺利的播放。那你要看 YouTube 的没有办法，现在只能够用软解这个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关掉，我们来看看实际上编辑影片时它的工作效率如何。好，
现在各位看到我这里有一小段哦，两小段的样片哦。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哦，我先把它移过来。各位也可以注意看一下这个 GPU 它的变化速度。那我们先把这个，也可以把这个活动监视器打开，把这个 GPU 的、CPU 的通通叫出来，来看看它的变化如何。那这个是这个片段，这几个片段全部都是 4K 的哈，那不是 HDR， 是标准画质。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这样播放的时候，它的 GPU 已经到达，双方已经到达，显示是70-80%了。那我们现在看到它内建的记录，那也快只剩下10%左右。当然这是显示的这个比例的问题哈。那 CPU 它只用到4颗核心，4颗5颗，等于是5颗1半的核心。那我展示这个呢，是要告诉各位，实际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像这种编辑影片，并不是看输出快或慢，而且是在配合工作流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应付得了，顺不顺？因为你你转码、编码输出影片的时候，其实用最多的是 CPU 的功能，并不是 GPU 的功能。所以拿一台这个 M2 晶片的这个 MacBook 或者是 Air 的部分来跟这一台 M2 Pro 晶片比较的话，因为它 CPU 数量增加不多，它顶多会快一点点而已也不要以为说，它就不好用，它不能增加你的效率。我们评测这个电脑的时候，一切一定要依照你工况实际的使用状况工作流来评比它。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降噪因为这是夜晚的场景，有降噪。那如果我们把它这个除噪的降噪的等级把它改变呢，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最大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要跑的它是会再次运算，所以你看现在它已经满载了 ，GPU 已经满载。好，那当然你影片长度越长，片段越长，所需要的时间就会越多。好，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在背景运算已经开始在运算。等于说我们在即时在运算。好，那这几个片段我并没有把它转码成代理的格式，就是所谓的 ProRes， 而是用 H.264 直接拿进来那直接让它跑这个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降噪所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那各位可能如果没有在用这种软体的，可能比较体会不出来那以我自己用旧的这个 Intel 的时候，光这个大概2分钟吧，2分钟大概可能要等个6分钟到7分钟等个6-7分钟，它才会出席，它才会把这个效果全部填满它现在在 rendering 那 rendering 所谓就是渲染，或者是说你说算图是吧，都可以好，那现在跑到44%、46%，那这个才是实际上的这个工作流。那要 care 的是这个。那我们可以由此可知，这一台 M2 Pro 晶片的这个工作流，其实它运算的效能比如说这个特效运算的效能那比 Intel 时代可能就会快个2倍至2倍半左右。那是不是有必要你 M1 晶片甚至是 M1 Pro 晶片的来升级？事实上是没有那个必要一般苹果电脑的话，像现在除非是说 Intel 的时代转换成这个跟苹果那个 iPhone 手机一样的晶片组的时候，这个 M 系列晶片能效比差异蛮大的
那你可能就要更换。那事实上这个是依照各位的喜好，那给各位看一下。那这样的性能表现是否能够让你满意？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好，让它跑完。那实际上在等待的时间里，还是可以做别的事情的，只是你这个是所谓非线性剪接软体啊，你还可以升。好，那上方的点点已经没有。那第二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来调个光吧，调个光哈。那我们可以开一下亮度的指示器 Luna 哦，这边有稍微有部分已经过曝了，那高光的部分我们把它往下拉一点，好这样子差不多了。那差不多之后，各位可以看到这里就上半部时间轴这边标示就有点点点，这表示它要运算。好，那我滑鼠一停止，它就开始会背景运算哦。那各位可以看到左上角它圈圈马上就运算好了现在吃重的是什么？它协同，这就是比较吃 GPU 的性能那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的 GPU 也还在运算。好，那我们回到这边，把它看一下那各位可以看到的就是，现在 CPU 记录这边它还是蛮高的，用量蛮高的。但是这个用量蛮高的，不见得它就会崩溃各位不要误解了那当然也有可能崩溃，除非说你 8K 很大，当然它就播不动，或者是说某个场景某个外挂不适合，当然也有可能产生这种情形。那整体来讲，这个2023年 M2 Pro 晶片这一台 MacBook 在做这个影片编辑的时候 ，4K 或者是8K 轻度编辑的时候是可以应付的。那当然在操作的过程，我现在是示范。那操作的过程，它会微微的温不烫那风扇好像有启动过一次，因为你如果说一直重度运算的话那它是不会降频的。那这就是这 Pro 系列的好处那 Air 的话就是会降频，所以是端看你工作的需要那我们把它暂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比较少人会接触到的，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它的运算能力如何CPU 的运算能力如何那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个记账的会计软体我们把它缩小一下。那我要示范给各位看的是说，它在计算100万笔资料的时候，它的这个反应速度是如何。当然资料是存在这一台，那各位现在可以看到它现在开始计算。因为为什么100万笔资料这个会计的部分我们要显示在萤幕都需要这个排序那计算因为它还有一些统计的结果，其实这些统计算法很简单就是其实就加减乘除而已，并没有什么复杂，但是资料多。那相同的，如果说你拿那一台 Intel 时代的这个 MacBook 来运算100万笔资料的话，那可能就不会那么快那可能目前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蛮慢的，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事实上这个只有用到单核而已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它只有用到1核跟2核在运算而已，它并没有像刚刚那个是有多核同时执行的，我们所谓多执行序然后平行运算那这种软体是没有平行运算，因为它是单机版的那事实上也不可能，一般的中小型公司有1个月就有100万笔的资料，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那除非是大型企业，那大型企业我们上到伺服器的写法当然就不同了哦，就会有多执行序的这个跑法哦。那在跑100万笔也是很轻松写意的哦，各位可以看到哈。那只是说展示给各位看。那如果说你拿来商用的话，这样那当然也是可以应付得了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画面哈。那100万笔资料已经排序完了，那我们就把它看一下总和计算哈。100万笔的资料来总和计算，我们来看一下损益表它不到1秒钟就打开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资产负债表。1、2、3、4，大概4秒钟，它就完全显示出来了，那当然这个是假的资料，只是纯粹测试而已。那也给各位一个实际上这个所谓比较重度的运算的时候，那当然也是要配合软体的写法，那今天是利用这个单机版的，只有单执行序的来跑。那如果用上多执行序，它的效果当然就更好。那也可以给各位一个比较那当然文书处理啦、复杂的运算啦，当然没问题当然实际上也是要看这个各个类别你的应用好，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边。那祝各位可以挑到自己合适的苹果的笔电或者是苹果电脑。好，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